身为车主，你一定听过一句话，车子不是开坏的，而是放坏的。这话听起来怪怪的，难道汽车这么娇贵，停着不动也会自己坏掉吗？其实一点也没错。汽车作为一个复杂的机械系统，长时间静止不开，真的会像慢性病一样，日积月累地损害你的爱车。有些伤害发生时，甚至悄无声息，等你发现时，问题已经冒出来了。许多车主或许都有过这样的经验，自己的车明明开得很少，有时1-2个星期才开一次，里程跑得不多，可时间一长，小毛病反而接二连三的出现。不是某天早上突然发不动引擎，就是开起来感觉哪里怪怪的。这种现象让人纳闷，车放着不动也会坏。没错，放着不用真的可能把车放坏。我们今天就深入聊聊汽车长期停放会有哪些伤害，以及怎么做好5个关键停车措施，确保你的家用车哪怕停很久，也依然健康如初。首先，要保持爱车长期停放不坏。停车的环境其实至关重要，如果有条件，尽量把车停在室内、车库或地下停车场，一个恒温、避光、干燥的环境，能隔绝绝大多数外界对车子的侵蚀。最不理想的情况则是长期停在露天户外，你的车将直接面对风吹日晒、雨淋的全面考验。想想夏天毒辣的太阳吧，强烈的紫外线是车漆和橡胶零件的头号天敌。长时间暴晒会加速车漆表面的透明保护层氧化，让原本亮丽的漆面变得暗淡发黄，失去光泽。车身上那些黑色塑胶饰条、雨刷、橡胶、轮胎等，在烈日下也会老化加快，变硬变脆，甚至产生裂纹。除了日晒、雨淋同样麻烦，现在空气污染严重，雨水往往是酸性的，落在车上会慢慢腐蚀车漆，特别是车身上本来就有的小刮痕，更容易因为酸雨渗入而生锈。另外还有一些飞来横祸，比如树上滴下来的树枝、鸟儿的大号、礼物等等，这些东西腐蚀性极强，如果掉在车上没及时清理，短短1-2天就可能在漆面留下永久印记，日后很难处理。所以有条件的话，一定要给爱车找个遮风避雨的住处。如果实在只能停室外，建议准备一件质量好一点的车衣、车罩，长期停放时把车罩起来，也能有效减缓车漆老化速度，避免环境对车子的伤害。除了环境，停车地面是否平整也是经常被忽略但会伤车的因素。很多老旧社区或车位紧张的地方，可能不得已把车停在斜坡或不平的路面上。偶尔停一次没大碍，但长期斜坡停车会让你的车底盘和悬吊系统很受罪。当车停在坡上时，整个车身的重量会不均匀地压在悬吊和轮胎上，低处一侧的避震弹簧长期被压缩，可能弹性衰减甚至变形，减震器也可能因为长期受力不均而渗油、漏油。轮胎那一侧长期承受额外挤压，橡胶老化变形会更快。而且为了防止溜车，停坡时我们往往需要把手刹车拉得很紧，甚至自排车直接挂上 P 档。要知道 P 档锁止其实是靠变速箱里一个小小的棘爪卡住齿轮来实现的。长期用一个小金属钩子扛住整台车的重量，变速箱锁止机构必然磨损，甚至断裂，那维修起来可不是小数目。而手刹车拉线长期绷得紧紧的，就像橡皮筋被一直拉伸，也会慢慢失去弹性，导致手刹车制动力下降，甚至回弹失效。总之，车子长期停放最好停在平坦的地方，每次拉手刹车也不必使劲拼命拉到底，力度适中即可，一般拉到行程的7-8成，感觉车子稳定不滑动就够了。如果不得不长期停在坡上，最稳妥的方法是先拉紧手刹车，再找几块砖头或轮胎塞，指轮块垫在车轮后，双重保险防止溜车。自排车则在拉好手刹后，再排入 P 档熄火，这样车子的重量主要由手刹车和轮挡承受，能大大减轻变速箱锁止机构的压力。简单一个小习惯，对延长变速箱和刹车系统的寿命都大有益处。许多有车族都碰过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自己的爱车明明开得不多，常常隔好几天甚至1-2个星期才开一次，理论上跑的里程少，磨损应该更轻微才对。然而时间一长，车子反而小毛病不断，不是某天早上突然发不动，
就是开起来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这让不少车主感到纳闷，难道汽车这么娇贵，停在那里不开也会自己坏掉吗？其实这个疑问的答案还真就是肯定的。许多人常说车不是开坏的，而是放坏的，这话听起来有点夸张，但现实情况往往如此。汽车作为一个复杂精密的机械产品，它并不喜欢长时间静止不动。如果长时间停放方式不当，各种小损伤会像慢性病一样日积月累地侵蚀着车况，而且大多是悄无声息地进行。等到我们再想开车的时候，这些毛病就会一下子暴露出来，让人措手不及。还记得2020年初全球疫情封锁期间，许多城市的人们好几个月足不出户，没有开车。等到生活恢复正常，很多车主才发现自己的汽车居然打不着火了，不是电瓶没电报废，就是刹车盘锈死，轮胎干瘪漏气。类似的新闻案例层出不穷，这正印证了前面所说的道理，汽车放久了真的会坏。那么汽车长期停放不用到底会带来哪些问题呢？我们不妨把汽车长时间停着不动的情况拿来和人长期不活动做个类比。如果一个人长期躺着不动，肌肉会萎缩，血液循环变差，身体机能慢慢退化。同样地，汽车长时间不开也会出现各种机能退化，首当其冲的是汽车的心脏，也就是电瓶。别以为熄火后车子就完全不耗电了，其实车上的防盗系统、时钟、电子控制单元等依然在缓慢的耗电。一颗状态良好的电瓶静置3-4周后，电量可能就会耗掉大半，电压下降导致引擎无法顺利启动。而且电瓶最怕深度放电，每亏电一次都会严重损伤它的寿命，导致下次更容易没电，形成恶性循环。很多车主可能都有过类似经验，车子闲置几个月没开，再去用时发不动，只好找人搭电或更换新电瓶。就拿我邻居老李来说，他前年出国公干2个月，回来后发现车子的遥控锁居然没反应，原来是电瓶早已彻底放电，结果他不但无法启动汽车，最后还不得不换上一颗新电瓶，才将车开回家。当我们预计车辆要闲置较长时间，首先必须解决电瓶慢慢自我耗电的问题。第一点，让电瓶进入休眠状态。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将电瓶的负极接线拔掉，让车上的电路与电池完全断开。这样一来，车上那些偷吃电的电子设备就不再继续消耗电力，可以有效避免电瓶亏电。一般而言，拔掉负极线后，电瓶电量维持3-4个月不成问题。如果车子预计半年甚至1年都不用，更保险的做法是干脆把电瓶从车上拆下来，充满电后单独存放，而且最好每隔1个月就给这颗电瓶补充一次电，避免因自放电导致电量耗光。当然，电瓶拆下来冬眠时，记得将它存放在干燥阴凉的地方，不要暴晒或受潮。顺带一提，有些朋友可能听说过原地怠速发动几分钟给电瓶充电没什么用的说法，甚至觉得怠速补电是在白白浪费油。这种说法要分情况来看。怠速时发电机输出功率较低，短时间原地运转的确充不了多少电。如果只是为了给电瓶充电，几分钟怠速效果有限，还可能平添燃油浪费。但我们建议每周启动引擎10分钟左右，并不仅仅是为了充电，更重要是让机油流动起来，润滑到本来静止的机件。只要确保发动机达到正常工作温度，怠速几分钟让机油循环，其实对引擎是有好处的。如果条件允许，偶尔把车开出去跑上20-30分钟，高速运转下，发电机充电更充分，轮胎和刹车也得到全面活动，效果会比原地怠速更好。总之，不用过于纠结原地怠速补电的效率高不高，只要让车辆定期运转起来，就比长时间完全不动要强得多。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严寒地区长期停车时，还要防止电瓶受冻。充满电的蓄电池冰点很低，即使零下20-30度也不会结冰，但如果亏电严重，电瓶的电解液可能在低温下结冰膨胀，把电池外壳直接撑裂。为了避免这种悲剧，冬季长期停车更应定期给电瓶补电，或者干脆将电瓶拆下移至室内保存，千万别让电瓶在户外严寒中冻死。还有一种情况是，车主本人并没有离开，车子只是暂时很少使用，
如果可以定期启动车辆，那就不一定非得拆电瓶不可。只要记得每周都发动一次车，让引擎怠速运转10分钟左右，顺便踩踩油门，让发电机多充点电进电瓶里，就能弥补电量消耗。这种定期唤醒电瓶的方法，同样可以防止电量过度流失。如果停放的位置有条件，也可以使用智能维护充电器长期接在电瓶上。这类装置会自动监测电池电压，并进行涓流充电，确保电瓶一直处于饱满状态。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拔掉负极线已经是最简单有效又不花钱的保护电瓶方式了。第二点，长期停车千万不要拉紧手刹车。许多人平时熄火停车时习惯拉上手刹车，觉得这样才安全。但如果车辆要静置很久，人又不在车旁，手刹车拉着反而可能带来麻烦。长时间拉紧手刹车有2大坏处。其一，手刹车的钢索和弹簧一直处在极度绷紧状态，就像橡皮筋长期拉伸会失去弹性一样，时间久了，手刹车机构的效能会下降，日后可能拉不紧或者放不开。其二，刹车皮片持续压在刹车盘上，如果盘面因潮气生了锈，皮和盘就会死死粘在一起。到了下次开车时，即使放下手刹车，车子也像被锁死了一样动弹不得，仿佛4个车轮都被铁链锁住，必须请拖车或维修技师来拆解刹车卡钳才能解除。有不少维修技师都遇过长时间停放导致刹车盘卡死的案例。我就曾看到一则新闻，一位车主的轿车整整停了一个冬天没开，等春天启动时，任凭他踩油门，车子也纹风不动，后轮完全抱死，最终只能叫来拖车，把车子拖到保养厂拆开刹车，系统才能恢复正常。教训十分深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犯这种错误。既然车辆长期停放会有上述那些伤害潜伏，那我们针对每一项逐一做好预防就行了。下面就来介绍5个关键的停车技巧，确保车子停多久都不怕坏。第一点，断开电瓶的负极线。如果打算车子闲置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务必要记得让电瓶休眠。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断开电瓶的一个接线端，通常建议拆下负极端子。为什么拆负极？因为汽车电路是负极接车身搭铁，先拆负极可以避免拆正极时工具碰到车身造成短路火花。在熄火状态下，用一把小扳手松开电瓶负极接线的螺帽，拔下负极电缆头，确保负极线头不碰触电瓶极柱即可。这样一来，车上所有回路都断电了，电瓶就不会被耗电设备继续拖垮，可以大大延长电瓶存电时间。一般来说，断电后的电瓶保持3-4个月不成问题，前提是电瓶状况良好且充满电。如果你的车预计要停放超过3-4个月，建议干脆把电瓶从车上拆下来单独存放。拆下后的电瓶也不要闲置太久，每隔1-2个月给它充电一次，可以用家用充电器或请维修厂代为充电，保持电量充足，避免电瓶因长期亏电而坏死。有些车主会问，只拆负极可以吗？要不要2极都拆？其实一般只要拆下负极就已经切断回路，正极可留在原位，以免2条线都拆下混乱。不过也有人为了保险，正负极都拆，甚至把电瓶整颗卸下，这样做也行，主要是看你停放时间长短和动手难易。如果你对拆装电瓶不熟悉，为安全起见，也可以请教专业保养人员。总之，记住一定要照顾好电瓶，不停开车又不断电，电瓶一定会慢慢耗光报废，这是长期停车导致抛锚的头号原因。当然，如果你的车只是闲置2-3周以内，那不一定需要拆电瓶线。这种情况，你可以每周启动引擎一回，让车发动运转个10多分钟，顺便给电瓶充电。但要注意安全，车子发动时最好人在车上看着，确保排气通风。如果能偶尔开出去转一圈就更好了，哪怕短途也可以让发电机充分给电瓶充电。有条件的车主甚至可以接一台智能充电器，维护充电器，在电瓶上长期提供微小电流，维护电量，不让电瓶亏电。不过对于长时间不在身边照看的车辆，最稳妥的还是物理断电或拆下电瓶。第二点，彻底释放手刹车。这一点听起来和直觉相反，不是都说停车要拉手刹车吗？为什么长期停放反而要放掉？原因正如前面分析的，
手刹车长期拉紧不放会引起多种问题。首先，手刹车拉线长时间绷紧，弹簧和机构可能被锈蚀，弹性变差甚至卡死，导致日后手刹车失灵或无法完全释放。其次，刹车盘长期接触刹车片的那一点会不停生锈，两者可能粘住。等你在开车，很可能遇到车轮抱死转不动的窘境，需要请修理厂拆开刹车系统，把黏黏的部分撬开，才能恢复正常，非常折腾。还有，长期拉紧手刹车，对车子的悬挂含车架也会产生一点额外压力，特别是如果停在坡道上，时间久了对车况不利。所以车子长期停放一定要松开手刹车。那松开手，刹车车不就溜走了吗？别急，有替代方案。如果车是手排，直接挂入一档或倒档，利用变速箱和引擎的阻力锁住驱动轮，车子就不会动了。引擎相当于一个大号的止轮器，自排车本身有 P 档锁止，可以直接排入 P 档熄火。不过正如之前提到， P 档的小急爪长期成立也不好，所以更稳妥的做法是在平地停放时，干脆在车轮前后塞上止轮块或砖头，这样就算不拉手刹车，车子也稳稳固定，不会乱动。如果是在坡道上停放，轮挡更是必要的，同时可以考虑前后垫石头双重保险。总之，目的就是一个，不要让刹车系统长期处在绷紧状态，该用机械卡住的方式固定车辆，就用机械方式，如入档和轮挡，让刹车系统好好放松休息。等下次开车前，别忘了把轮挡移走就行。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电子手刹车、电子驻车制动的车型，熄火后系统默认就会自动拉紧驻车刹车。如果要长期停放，你可以查阅车主手册，看能否设定不要自动驻车，或者车辆在升降架长期存放模式下怎么处理。如果没法取消，那也只能停放前先确保刹车碟干燥不潮湿，减少长期接触生锈黏连的可能性。另外，如果你车停着，期间有人定期帮你看管，可以每隔几天活动一下刹车，比如发动车踩几脚刹车，或前后小范围移动一下车子。总之，千万别让刹车长时间咬死着不动，否则下次用车可能就闹出大问题。第三点，轮胎充足，气再停放。轮胎是长期停车的另一个重灾区，所以我们要提前做好充气保护。家用车轮胎平时的正常胎压大概是 2.2 至 2.4， 约32到35磅每平方英寸。如果知道车子要停很久，建议把每条轮胎的气压都冲高一点，大约提升到 2.8 到 3.0 公斤左右。为什么要冲高胎压呢？道理很简单，胎压高一点，轮胎内部撑得更硬，车重压在地面的接触面相对就会小一些，也不容易压出明显的扁平变形，并且胎压本身在长期停放过程中也会缓慢泄漏。冲得高一些，过几个月漏掉一点之后，轮胎还能保持在正常范围，不至于变成严重缺气的状态。如果你停车前胎压就偏低，那几个月不管肯定泄到更低，胎壁变形更厉害，甚至造成轮胎内部结构损伤。所以长期停车前把胎压打足是个简单又有效的保护措施。另外还有一招，如果你非常爱惜车，或者停放时间特别长，可以考虑用千斤顶把车架顶起来，让四轮稍稍离地，或减轻所受压力。很多收藏古董车的人会这么做，避免轮胎一直受压。不过一般家用车主没那么多设备和精力，冲高胎压已经足够。还有一个小建议是，定期移动车辆的位置。如果可能的话，每隔半个月或1个月，哪怕你不开出去，在原地前后移动一下车子也行。哪怕每次摆动几十公分，让轮胎转个几分之一圈，也能改变轮胎接地的位置，避免长时间同一点受力。这就像给长时间躺着的人翻个身，避免一直压着同一侧。当然，移动车子前记得先检查四周安全，确保没有障碍物和人员。总之，轮胎保养的核心就在于充足的气压加偶尔转动换位，让轮胎保持良好形状，不会因为长期停放出现永久变形或橡胶龟裂。对了，车子长期停着，不要忘了备胎。如果你的车有的话，备胎通常很少用，很多人可能半年、1年都没检查过胎压。长期停车时，顺便把备胎也打到规定，胎压甚至稍高，
避免将来要用时才发现备胎也泄气不能用。第4点，停了1年再开的车，换新机油。假如你的车已经停放接近1年，甚至超过1年，那在重新启用之前，强烈建议更换一次机油。为什么停着没开也要换油呢？原因前面其实说过了，长时间停放会让机油变质，机油中的各种添加剂，比如清净剂、抗氧化剂等，会随着时间慢慢失效，而且停久了，机油里可能混进的水分、生成的油泥都会沉在油底壳里，这些污染物让机油品质变差。如果直接拿陈旧的机油去润滑高速运转的引擎，润滑效果肯定不好，增加引擎磨损和出故障的风险。所以为了保护引擎，停车时间过长后重新上路前一定要换油。建议把旧机油彻底放干净，包括滤清器里的残油最好也一并更换，然后加入规格适合的新鲜机油。同时别忘了把机油滤清器也一起更换掉，确保新油路干干净净。换上新机油后，第一次发动引擎时，先不要猛踩油门，让引擎怠速运转一会儿，让新机油慢慢循环到各个角落，充分润滑后再正常行车。这样做引擎会感激你的。另外，停了1年多的车，你也要检查一下引擎舱内其他液体，例如冷却液、防冻液够不够，刹车油壶是不是变脏变质了。刹车油建议每2-3年更换，即使车没开也会吸水变质。还有变速箱油、转向助力油等有没有渗漏的迹象。如果发现长期停放期间有漏油情况，一定要先处理修复，再上路行驶，避免因油液缺失造成机件损坏。总之，车辆长期闲置后复出，要给它体检更换血液，该换的油液要换，该检查的部件要检查，千万别不管3721直接猛跑长途，这样很容易出问题。顺带一提，有些车主可能会问，那我在把车封存之前，要不要先换一次新机油再停？其实，如果预计停放非常久，比如大半年以上，提前换上新机油是有益的，因为旧机油里可能已经有杂质和酸性物质，长期停在引擎里反而不好。而新鲜机油各项指标都在最佳状态，更能保护引擎不生锈。不过这样做等于停前换一次，开出来前又换一次，成本较高。一般人没必要这么讲究，除非那辆车对你特别重要，例如珍藏多年的老爷车，对普通家用车，实际操作中更多人是停之前不特别换油，但重新上路前一定换，这样也可以。只是下次发动时最好先怠速暖车久一点，让旧机油循环润滑之后尽快更换。不管怎样，记住原则，停车时间超过1年就该换油。第5点，停了2年的车，上路前油箱汽油要清空更换。这是针对极长时间停放接近2年或以上的车。如果你的车放着落灰快2年没加油没开，那里面的汽油几乎可以宣告报废了。最稳妥的做法是将油箱里的陈油彻底放掉。怎么放油？一些汽车有油箱放油螺栓，可以栓上油管引出来，更多现代车没有放油孔，那就只能用油泵抽或者拆下油管排放了。步骤稍微有点复杂，建议请专业维修人员操作，自己不要随便乱拆油路，以免发生危险。把旧油放出来之后，千万别直接加满新油就算完事，油箱和油路里可能残留沉积物，最好更换燃油滤清器、汽油滤芯，并检查燃油泵运作是否正常。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在加满新汽油之前加入适量燃油系统清洁添加剂，然后加新油让它在油箱里混合。第一次启动和行驶时，这些添加剂会帮助清除油路中的积尘杂质。记得新油也不要一次加特满，加个半箱先跑跑，让添加剂充分清洁系统，然后再加满油。经过这些步骤，你的车将喝上新鲜的燃料，重新焕发活力。其实正常情况下，没有多少人会让车子2年完全不动。如果真有那种情况，例如因出国、公务等原因车辆闲置好久，那回来后的确需要给油箱和油路来个大扫除。很多人不知道，汽油也有保质期。一般来说，市售汽油存放超过半年，性能就开始明显下降。如果超过1年，基本就属于劣质油品了，更别说2年，那绝对是问题油。所以不要舍不得那一箱旧汽油，该换就换。与其冒着发动困难、
油路堵塞甚至毁坏引擎的风险去省这点油钱，实在是不值得的。同样的道理，如果车停放前就预料可能很久不用，可以尽量把油箱的油用到偏低再停，但不要见底，以免油泵干磨。或者也有人建议加满油并加入防止燃油氧化的稳定剂，因为满箱油空气少，不易生锈和挥发。有稳定剂的情况下，汽油品质维持时间可以延长一些，大约延长至1年左右，问题不大。不过再怎么稳定，2年时间也太长了。如果真的2年没动，新旧油分离仍是最佳选择。记住，汽油变质害处多，别拿引擎去冒险。以上5点就是让车辆长期停放也安然无恙的关键措施了。做到这5点，你的车在机械层面基本不会出大问题。但我们还有几个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也很重要，千万别忘了。车内清洁和防潮，每次停车熄火后别偷懒，把车内的垃圾杂物都清理干净，尤其是食物残渣、吃过的饼干碎屑、饮料瓶等等，一定要带走丢掉。否则车子长期停放，这些残渣很容易引来蟑螂、蚂蚁甚至老鼠在你车里安家。一旦有老鼠混进车厢或引擎舱，那后果可不堪设想。它们最爱啃咬电线和管路的包覆层，轻则咬断电线造成电子设备失灵，重则造成短路引发自然火灾。新闻上汽车停着被老鼠搞得线路短路起火的案例并不少见，非常危险。同时车内环境要干燥，如果是雨天刚好停车，记得把湿淋淋的脚垫、坐垫拿出来晾干，或者开窗通风一会儿，别让大量湿气闷在密闭车厢里。潮湿的环境会滋生霉菌，时间长了，车内会出现难闻的霉味，座椅、内衬、地毯可能发霉变质，而且湿气还可能侵入车内许多电子模组，导致电路接点氧化生锈。将来开车时就可能碰上各种莫名其妙的电子故障，比如感应失灵、警报乱响等等。所以长期停放前，最好给车内做一次彻底清扫，保持车厢干爽无杂物。有条件的话，可以在车内放一些干燥剂或除湿包，以及1-2包活性炭包除异味，这样车子闲置期间也能保持干爽无异味。总之，内部清洁和干燥不容忽视，这也是对爱车最基本的呵护。防鼠防虫，上面提到了鼠患，这里再强调一下，如果你的停车环境周围存在老鼠等害虫活动，长期停车务必要做好防范。可以考虑在车子底下或周围放置一些防鼠驱鼠的装置或药物，比如市面上有超音波驱鼠器、薄荷精油驱鼠包，或者传统的捕鼠夹、粘鼠板等，视当地法规和安全情况选择。引擎舱里可以喷一些不伤车的驱鼠喷雾，气味能赶跑老鼠。车窗一定关好，避免小动物从窗缝钻进车厢。如果实在担心，定期检查一下引擎舱角落、车轮轮毂里面有无异常痕迹，比如碎、纸屑、粪便气味，那可能是老鼠筑巢迹象。防患未然总比事后拆仪表台抓老鼠换线组要强得多。重新上路前的检查。最后，当你的车终于结束长期沉睡，要重新上路时，别急着发动猛开，先做一番细心检查。除了前面第4点提到的一系列换油，还应该绕车检查4条轮胎气压够不够，胎侧有无开裂，打开引擎盖看看机油尺、刹车油壶、冷却液壶的液面是否正常，有没有渗漏，电瓶端子是否干净无锈蚀，线路连接稳固，再看车底地面有无漏油漏液的痕迹。如果发现异常，先处理修好再开，然后坐进车内，启动发动机，不要猛踩油门，让它怠速运转几分钟，听听引擎声音是否平稳，观察仪表有无异常，警示灯亮起，下车观察引擎舱有无渗漏，新换的机油是否正常循环，确认一切正常，再试踩急脚刹车，确保踏板有压力且回弹正常，打开空调试一下，各电子设备功能是否正常。最后，慢慢驾车绕着小区或停车场转一圈，低速试跑检查转向、刹车、悬挂有无异响或异常反应。如果都 OK， 恭喜你，爱车可以正式上路恢复服役了。经过充分准备，车子即便久放，也能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依然可靠的载你出发。常言道，车要常开，房要常住，长期闲置不用，机械状态反而容易变差。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了解到，车辆长时间停放确实会带来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问题。不过，只要掌握正确的停车方法和保养技巧，就能把这些隐患降到最低。回顾一下让车睡不坏的5大关键：切断电源防电瓶耗尽，松开手刹防刹车碾死，胎压打足防轮胎变形，1年换油护引擎润滑，2年换油料保，燃油纯净。这几点看似简单，却是长时间停车的保命符。此外，别忘了给爱车一个良好的停车环境，避免风吹日晒雨淋，多一层车衣保护总没错。保持车内清洁干燥，防霉防虫，让爱车的卧室舒适又安全。值得一提的是，适度使用才是养车硬道理。车子其实不怕开，就怕闲置。经常开的车各部件保持油润，电力充足，反而不易出大毛病。而闲置太久的车，就像久病的病人，需要精心调理才能恢复。曾经在2020年疫情封锁期间，全球无数车主因居家隔离很久没开车，结果发现车辆电瓶全没电，轮胎泄气，甚至刹车盘锈蚀发出的怪声，这些都给我们上了一课。与其把车闲着，不如偶尔开出去运动运动，哪怕只是每周兜风买菜，跑跑引擎，也能让电瓶充电，零件润滑，胜过干坐车库吃灰。总之，当你不得不让爱车长期休息时，记得遵循我们分享的这些要点，该拆的拆，该充的充，该换的换，该防的防，把准备工作做到位。这样，你的车子无论停放多久，都依然像沉睡的雄狮，一旦唤醒，仍然引擎咆哮，4轮生风。让我们牢记，车不是开坏的，而是放坏的。与其日后花大钱修理，不如提前花点小功夫保养，照顾好沉睡中的坐骑。当你再次需要它时，它也一定会精神抖擞地为你服务，伴你安全抵达每一段旅程。